分析指，已经随时能战的山东舰与辽宁舰正式实现一南一北相互呼应的格局，标志着人民海军已切实掌握海上新质战斗力。经过合理调配调度，可将人民海军1年之中的航母空窗期从只有辽宁舰时的间隔半年缩短至3个月，甚至更短。实际上航母作战的一大特点就是航母呢以编队的为作战方式，而不是呢去靠航母的单打独斗。可以看到呢，中国海军现在所采取的航母编队它是以任务为导向的，根据呢作战任务的需求，灵活的配置护航舰艇。战时万一呢编队里边有1-2艘舰艇出现损伤的话，那我可以呢用其他的舰艇很快的去进行替代。这样一来的话，始终能够呢保持编队的完整性。像现在的中国海军所拥有的驱逐舰还有护卫舰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型号呢也是很多。随着第3艘航母福建舰按计划开展稀薄试验，中国今年正式进入3航母时代。此外，另有5型万吨大驱南昌舰、大型远洋补给舰呼伦湖舰、新型舰载机等主战装备也正加速升级换代。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不断增强。观察指出，通常情况下，航母的完整部署周期包括维护保养、作战训练以及战备值班3个部分。3航母能满足最低的海军作战需求。根据中国的防务需要，后续建造更多大型航母是刚需。近日，一则中国在超巨型船用螺旋桨领域中取得技术突破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一家镇江企业使用新型7轴5联动数控机床，成功制造出的超大型螺旋桨的直径几乎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螺旋桨的2倍左右。而尼米兹级航母总共有4个螺旋桨，其直径达6.4米左右，几乎相当于2层楼的高度。而每个螺旋桨又各有5片桨叶，每片的重量达到30吨，一艘尼米兹的螺旋桨部分重量就达到600吨。对于水面舰艇来说呢，螺旋桨它不光是起推动的作用，还要降低噪声的，要防御对方声探测，还有呢要防止呢对方的鱼雷打击，这个难度不是一点的大。还有一个就是材料，像螺旋桨呢整天呢是在水中呢进行工作，那它抗腐蚀性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之强的。实际上这一系列都对于一个国家工业水平呢是提出来非常高的要求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一转眼，国产航母山东舰已经入列人民海军3年了。在官方释出的周年纪念报道里特别提及，山东舰是我国第1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国产航母。您是如何来看待这3个自主乃至山东舰诞生的重大意义？是的，美西。2012年9月25号，辽宁舰在大连入列人民海军，由此中国拥有了第1艘航空母舰。2019年12月17号，山东舰在三亚正式入列，由此中国拥有了第1艘国产航母。从首艘航母到首艘国产航母，这多出来的“国产”2字，凝结的是几代中国人的接续奋斗史。山东舰的3个自主之所以沉甸甸，是因为它承载了中国人对航空母舰这个战略兵器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完全自主设计意味着我们对全舰各子系统的构成、舱室的分布，大到机库面积，小到航空指挥所的舷窗开口大小，都有了中国式理解。中国航母终究是要服务于中国海军的，这个自主设计意味着船舶工程设计的话语权融入了中国人对航母使用的方式的理解。自主建造则意味着中国船舶制造业的全面迭代，从第1块钢板切割到船体分段合拢，再到全舰组装完成下水、漆装、细薄实验、海上试验、抗冲击试验等等。我们掌握了航母建造的话语权，它自然意味着我们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想造多少艘就能造多少艘，不用看任何列强的眼色。自主配套同样意义深远，它告诉世人，中国掌握了航母建造的全产业链配套。它意味着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叶繁盛，每一片树叶都写着 Made in China。
纵观世界，又有几个国家真正做到了现代航母的独立建造呢？若将标准定得高一些，除了美国，也就是中国了。印度那个所谓的国产航母，拼的不是国产能力，拼的是印度左右逢源的外交地位。英国、法国、意大利也大多如此。但凡国际产业链合作被斩断，航母计划就得减配，甚至流产。至于俄罗斯，独苗库兹涅佐夫号在北方造船厂里趴窝了许久，要想原样再造一艘难度恐怕比打赢俄乌冲突还大。山东舰诞生的意义，用战略性突围去描述，一点也不过分。它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少侠，就像被坠落的苹果惊醒的牛顿，新的种子正在萌芽。一直以来关注中国航母最新进展的，除了中国人民自己，还有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比如今年6月003福建舰临近下水时，美军的电子侦察机就在我国东部沿海附近徘徊瞭望。那么外军为什么对中国航母的发展情况与具体运用高度关注？这些内行人士究竟在看什么门道呢？都说100年海军，100年航母。作为过来人，美国同行非常清楚中国人正在走一条怎样的探索之路，因此他们特别清楚这条路上哪里会有坎坷，哪里会是十字路口。所以美军对我们航母的瞭望与监视，其实都是带着审视的目光在阅读中国海军的成长。在这里，我举一个美军身上的例子：每年的夏季部署，美军都会有1到2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进入南海巡航。中国海军肯定会派出跟踪监视力量伴航涉路取证，确保对方不越界不逾矩。那么在这个相看两不厌的伴航过程中，美军航母会时不时地秀一下肌肉。是的，美国人一度很骄傲，甚至是毫不遮掩地秀给解放军看，瞧，这就是航母战斗群的实际运用。他们根本不担心被你抄作业，因为你看得懂，未必学得会。因为你的家里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硬件条件。说白了，美国人心里认为中国人暂时还造不出尼米兹级这样的10万吨级超级航母。但随着中国航母的稳步发展，美国人渐渐回过味来了。山东舰的综合战斗效能超过了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福建舰一旦入列形成战斗力，它的作战效能很可能丝毫不亚于美军曾经的小鹰级航母。这个进步速度是颠覆性的，无论造舰实力还是航母部队的战斗力生成速度上，中国人的悟性与坚毅程度令人刮目相看。要知道，不同于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北约盟友，中国人的航母之路真的叫一个自学成才。美国这个基于海权建立霸权的海洋强国，当然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警惕性。尤其是当他们发现当初自己写过的试卷那一道道难题被中国这个年轻学生逐一攻破时，敬佩藏在心里，警惕写在了脸上。诚然，航母这条路还很长，中国需要攻克的难题还有许多，航母的发展策略也要基于总体国情与我们自身的国防需要。我可以坚定地说，中国并不打算成为下一个美国。中国海军也没有必要照抄美国海军的航母发展战略。中国就是中国，我们走的从来就是自己的道路。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